今天让我们一起聊一下该如何选购最新款 M Pro 和 M Max 芯片的 MacBook Pro， 因为在官网上真的有很多的配置选项，那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选到最适合你的配置。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芯片上的区别，其次就是硬件配置，还有就是参数上的一些区别，包括还有价格。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表，然后可以让你更直观的去看到你所需要的一些配置和有价格。那另外呢，最后还会给大家一些购买建议。如果大家对接下来的内容感兴趣的话，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这次 M5时代最让我兴奋的就是苹果似乎改变了设计思路，因为以往 M1、M2 呢，它是通过模块化堆叠，他们先设计一个基础核心，然后通过增加媒体引擎、增加 GPU 核心组、拓展内存通道来拉伸出 Pro 和 Max。那这种方式呢，虽然是非常的高效，但是在处理高负载任务的时候呢，核心之间的路径损耗和延迟呢是无法避免的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苹果在为 M5系列芯片呢进行了独立架构设计，因为苹果不再是简单的把 M5模块拿来翻倍，而是为 M Pro 和 M Max 呢重新设计了数据总线和散热路径，也就是完整的独立底层布局。这种独立性也就是意味着 Max 芯片在高压下的效率呢会比以往那种单纯拉伸出来的芯片会更高，而且不再是单纯的核心堆叠，而是针对各自的功耗和带宽需求呢量身定制的。虽然呢这样更耗费工程成本，但是能让 Pro 和 Max 芯片在各自的功耗范围内发挥出极限。所以以前的 M1、M2 Pro 呢是在 Max 的基础上物理切割掉一部分 GPU 和内存控制器得到的，所以他们共享同一种底片设计。但是现在呢 M Pro 是有自己的专用底片设计，也就是说 M Max 也有自己专用的底片设计，而 M Pro 并不是 M Max 的阉割版，因为它是专门为 Pro 的核心数、还有内存带宽以及功效预算而优化的独立单体芯片。苹果在 M Pro 和 M Max 上呢，不会像从前一样 M1 到 M4 那样做一块铁板一块的巨大硅片，而是通过 Fusion Architecture， 也就是融合架构，将不同的功能模块，比如说 CPU 核心组、GPU 核心组以及 NPU 单元呢，以更细的颗粒度的方式组合成一个单芯片的系统。那之前在我上一期视频里呢，我也提到了融合架构，所以有的朋友就讲说不是只有 Ultra 才是融合架构吗？其实Ultra 的融合架构呢叫 Ultra Fusion， 也就是封装技术，是把两个 Max 芯片呢是背靠背的缝在一起，所以 Ultra 才是真正的物理融合，它是通过这个互联技术，然后也就是一种极高速、高密度的这种硅中间层的连接，然后物理的连接在一起，让系统将识别成为一颗单一的大芯片。所以Max Ultra 的这种 Fusion 架构和这种 M5 Pro 和 M Max 的这种 Fusion Architecture 的这种融合架构呢，还是有区别的。所以说单颗芯片的 M Max 呢已经是非常的强大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下一代的 Max Studio， 也就是 M5 Ultra 呢会更加的强大呀？所以这次芯片除了 M5 Pro 标准版以外呢，其余的都是采用了全新18核的 CPU 架构，也就是并且分成了2组，其中包含6个超级核心，这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快的 CPU 核心，并且呢是专门对付那种非常吃力的重活。以及包含12个全能核心，也就是全新设计的既能跑多线程的大任务，又非常的省电。所以在处理专业工作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剪辑高码率的视频、3D 渲染的时候呢，速度会比上一代呢提升30%。所以 GPU 的规模扩大到了最高40核，带来的视觉效果真的是更强。同时光线追踪快了35%。如果你用3D 软件或者玩大型游戏，光影效果呢会比 M4 系列更加的逼真。那在带宽方面呢，它也是更高了，因为内存传输数据的速度更快，在处理大文件的时候呢会不卡顿。同时在 AI 性能方面也是最惊人的部分，因为这次的升级真的是苹果放大招了，因为苹果在每一个 GPU 的核心里都塞进了一个神经网络加速器，所以在处理 AI 任务时 M Pro 和 M Max 的峰值算力是上一代的4倍以上。那如果大家在选配置的时候呢，在硬件方面呢，其实它也有很多提升的亮点。首先就是在接口方面，那这一次所有的雷利5接口都配备了独立的控制芯片，也就是以前的多个接口共享带宽，那现在每个接口都能跑满速，也就是说它越来越像一个移动的 Mac Studio。那另外一点就是屏幕亮度上它有一定的微调，从这个 HDR 也就是高动态范围，它的峰值亮度呢可以最高达到1600尼特，然后在 SDR 也就是标准动态范围的时候，持续亮度呢可以达到1000尼特。所以如果我们在户外或者是经常靠近这种窗户边去做工作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屏幕亮度会让你感觉更加的清晰。那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它能下探到1尼特，这也就是意味着苹果微调了 Mini LED 的背光，它让就是如果你在全黑的环境中工作的时候呢，这个屏幕也不会刺眼。还有就是存储起步翻倍，这次基础款呢直接给到了1TB
SSD， 虽然价格是微涨，但是算上现在 SSD 的升级包的这个价格呢，其实是降了一点的，所以整体性价比其实是提升了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何去选购配置。所以说，在我浏览了这个官网的所有信息之后啊，给大家一些核心的建议。所以什么时候选基础款 Pro 的芯片呢？也就是针对高性价比的人群。如果你主要是进行 4K 视频剪辑，或者是高像素修图啊，以及常规的代码编译，那么你选 M Pro 满血版配合48GB 内存呢，就是最稳妥的。因为 M Pro 的这个 CPU 性能和 Max 的差距并不大，只要是你内存给足够了，你的这个系统响应速度和渲染流畅度啊，就是已经是顶级的了，没必要为了那几个平时根本用不到的 GPU 核心呢去多花钱。如果你的预算非常的充足的话呢，我也还是建议你把这个钱花到内存上，这样你得到的这个收益啊会更高。所以什么时候必须上 Max 的芯片呢？也就是如果你是重度的生产力人群呢，我建议你就无脑冲 M Max。比如说你是大规模的这个3D 渲染，然后深度的 AI 模型本地训练，再或者就是说你经常剪辑 8K ProRes 的视频，多机位的这个视频剪辑，还有就是大规模的这个调色啊等等。那如果你需要的就是64GB 甚至128GB 以上的内存呢，其实苹果会强制的你选择这个 Max， 所以这时候就不用犹豫了，因为 Max 带来的翻倍内存带宽呢，会在处理巨大的工程文件时确实非常的有优势。所以在你选择配置的时候，一定的要把 CPU 的核心数放在最优先，因为它就是生产力的下限。比如说你在视频剪辑中呢， CPU 决定的就是你打开软件、导入素材，还有就是浏览时间轴以及导出视频时的这个基础速度。所以无论是 M Pro 还是 M5 Max 呢，这次都采用的是统一的18核的 CPU 的架构，也就是包含6个超强核心。那既然 M Pro 和 M5 Max 的这个 CPU 核心数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对于90%的视频创作者来说呀，M Pro 已经是 CPU 的这个顶配了。除非你需要处理极高的内存带宽，比如说处理8K 的这种微压缩的素材，否则你真的没必要为了 CPU 强上 M5 Max。那我建议大家就是把内存容量排在第2位，因为呢它是流畅度的上限，也就是内存决定了你同时能开多少个任务，以及在剪辑高分辨率这个视频的时候会不会掉帧。那还有就是大家需要了解一点，就是苹果的统一内存虽然非常的快，但是在空间不够的时候呢，它会调用硬盘，导致电脑发热变慢。那针对内存这块给大家一些选购建议，比如说36GB 还有就是48GB 呢，它是属于黄金档，因为这是目前 4K 视频剪辑的这个舒适区，你可以同时开着这个剪辑软件、浏览器查资料，还有就是调色软件而不卡顿。64GB 呢，它属于进阶档。比如说你如果经常做这种复杂的特效、多机位的视频剪辑，还有就是运行本地这种大型的 AI 模型，那我建议你就选择64GB。其实把内存调高之后呢，带来的这个流畅感呢，会远比 GPU 核心数翻倍呢要明显的多。那我为什么把 GPU 核心数排在最后呢？因为它是属于最容易浪费的性能。因为 GPU 主要是负责3D 渲染，还有就是高难度的这种特效处理以及导出时的这个部分加速。所以除非你天天做3D 动画或者是玩3A 游戏大作，否则 M Pro 标配的 GPU 核心呢，已经足够应付现在的这个 4K 视频剪辑了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不要为了多出的20个 GPU 核心去加钱，因为 M5 系列在每个 GPU 核心里都加了 AI 加速器，这也意味着即便核心数少， AI 处理能力上也比上一代强了4倍。那这里我们看见有普通玻璃和纳米纹玻璃的选择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普通的玻璃是我们最常见的镜面屏，它的特点就是表面极其平整，而且光滑，就像镜子一样。那它优点呢，其实是画面看起来会极度的锐利，也就是非常的通透，那颜色的饱和度也会更高，而且呢对比度也会更强。比如说黑色看起来就是那种深不见底的黑，那它的缺点就是反光非常的严重，比如说你身后有一盏灯或者有窗户，然后你都可以通过屏幕看见你自己的倒影和窗户的倒影。那它这种反光会导致干扰你的这个视觉判断，比如说你想调暗部细节的时候，结果屏幕反光看到你白色的衣服的这种光，那你以为是画面不够黑，结果呢就调过度了。那我们再说一下纳米纹玻璃，这就是苹果一种高端特殊的工艺，因为它是在玻璃的表面呢，用纳米级技术刻出了极其微小的纹路。它特点就是它不是贴膜，也不是普通的磨砂处理，它就是玻璃本身的这个结构改变了。它的优点就是几乎不反光，因为它能把照在屏幕上强光呢散射开，让你在强光下依然能看清内容，没有这种讨厌的倒影。那它的缺点就是由于光线被散射开了，所以画面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的朦胧感，也就是
就是对比度，比如说黑色的深邃感，看起来就不如镜面屏那么有冲击力。那第一行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基础价格，然后第二行我们看见的就是 CPU 和 GPU 数。然后首先我们看基础款的 M5的这个系列呢，它是10核 CPU 和10核 GPU。到了 M5 Pro 这里呢，它是最基础的是15核 CPU 和16核的 GPU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往后看，就是从进阶版的 M Pro 和 M5 Max 这一块呢，它所有的 CPU 数啊都是18核，但是它在 GPU 数呢是有不同的，分别是有20核、32核和40核。那我们再看第三部分，就是内存，这里所有的这个都是粉色的部分呢，是说明它的一个起始内存。那我们看 M5的这个基础款，它是16GB 的一个起始内存，然后但是到了 M Pro 这里呢，它是一个起始内存已经变成了24GB。那希望今天视频呢，可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，起到一定的参考。那如果说哪里大家还有疑问的话，一定要在评论区或弹幕区留言告诉我，然后给大家会一一的解答，或者是再出一期解答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的视频点赞留言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